有位朋友提到让我谈谈某某大师的情况，我当时是这样回答的：如果想真正了解一个人，最好的途径就是通过那些与他有直接接触的人去获取资讯。在网络上找到的任何资讯都难免带有偏向性，甚至可能与事实完全相反。因为网络上的内容是由大众生产的，而大众往往会随舆论的方向盲目跟随。举个例子，昨天可能某位企业家还在被人们敬仰，甚至被视为榜样，但如果某种力量决定将他推到风口浪尖，全网很快就会充斥着关于他的负面消息。那些他过去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曾经的善举，可能会被一笔勾销，消失得无影无踪。网络资讯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其具有茧房效应。当人们获取资讯的渠道过于单一时，接触到的内容必然是被筛选过的，带有指向性的，甚至可能和事实南辕北辙。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摆脱资讯茧房的束缚呢？在这里分享几个实用的方法，希望能够启发一些思考。第一，学习一门外语非常重要。外语能力的提升不仅是掌握一项技能，更是获取多样化资讯的重要手段。如果缺乏外语能力，大多数人获取资讯的渠道就非常有限，基本只能依靠几个主流平台，比如微信、头条或者抖音。这些平台的舆论导向通常是一致的，很难出现同一个人在某个平台被批判，而在另一个平台被赞扬的情况。一旦资讯风向改变，几乎所有平台都会同步调整，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这种现象同样适用于行业趋势和行业资讯。某个行业如果在一种声音中被唱衰，几乎所有平台都会跟风唱衰；反之，如果被某种力量推崇，也会一片颂扬之声。在这样的环境下，获取到多渠道、不同维度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而学习一门外语可以帮助我们打破这种局限，让我们接触到更多元的观点和资讯。第二，不要长时间使用同一款 App。 当你长期使用某个 App， 比如抖音，这个应用会不断根据你的使用习惯推送同类型的内容。时间一长，你接收到的资讯会越来越单一，视野也会越来越窄。如果你有机会使用别人的手机滑抖音，你会发现他们的推荐内容可能和你的完全不同，甚至毫无交集。这是因为大数据算法通过你的浏览习惯，将你圈定到了某些特定的资讯领域，然后对这些领域进行精准投喂。这种现象并不只存在于抖音，也适用于其他社交平台。人们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被这些平台绑定在一个固定的资讯圈内，无形中丧失了对多维资讯的接触能力。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可以尝试多使用其他应用程式，不要总是依赖一个平台。比如，平时经常用浏览器搜索资讯的人，也可以换一个搜寻引擎试试，或者直接通过外语网站获取资料。多样化的资讯来源有助于打破资讯茧房，拓宽视野。第三，亲自走出去，亲身体验。尽管如今网络已经非常发达，各种旅游部落客、旅行攻略和解说影片层出不穷，但透过影片了解一个地方和亲自去体验那个地方仍然有着本质的区别。真正想了解某一个地方，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亲自去到那里进行实地考察。比如，很多人眼中所谓的江南水乡或者某朝古都，在宣传中可能是文化底蕴深厚、风景如画的地方。然而，当你真正到这些地方生活一段时间后，可能会发现它们其实是典型的工业城市，文化遗存并不丰富，甚至空气品质也不尽如人意。而当地经济的主要来源可能依赖于电子厂和房地产开发。这些真实的情况往往在网络上很难被完整呈现，因为一旦有人试图在公共平台上揭露这些问题，可能会遭到舆论的攻击，甚至是删帖。另外，走出去不仅仅是旅游，还包括与其他地区、其他国家的人面对面交流。多去其他地方走走，你会发现许多过去从未注意到的细节，
比如不同地区在文化、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只有通过这些实践，你才能更清楚地认知自己的家乡有哪些优势和不足。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对你有帮助，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超越自我，完善人生。